北纬39度，东经76度，距离重庆2987公里。这里不是吉隆坡，是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喀什。当别人飞向海岛度假时，杨大哥带着2个女儿。出门在外，什么最重要？钱包最重要，安全最重要。什么安全？财产安全，人身安全，生命安全。选择用54个小时的绿皮车丈量这条千年古道。我们这次去哪里吗？喀什，庆祝我们火车票购买成功。我带谢瑞，那是谢瑞请客。新疆自行玩得开心哦。25年7月1日，格库铁路客运线正式开通。作为第3条进出新疆的铁路通道，它彻底改写了南疆出行史。重庆西开往喀什的 K45314次列车，纵贯格库铁路全程54小时03分，穿越秦巴山地，攀升黄水河谷，掠过青海湖，叩击高原冻土，最终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直达喀什。傍晚5点45分，列车驶离重庆西站，上车喽，列车出发了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。跨越地质缝合线，从嘉陵江畔的侏罗纪沙叶岩，我很期待明天踏上隆中黄土高原的新生代风基层，到西宁站了，进入青藏铁路，绿色被土黄取代，青海湖如蓝宝石嵌在祁连山褶皱带。现在我们到格尔木站了，坐了28个小时，到了芒崖站，再坐2个小时就到新疆了。列车驶入阿尔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交汇的沙尘风廊，无人区辽阔苍凉，丹霞如油画。月亮不睡，我不睡，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喀什位于东武区，比重庆晚2个小时，列车每西行200公里，日落延后8分钟。现在10点了，天还没黑。这54个小时是一节奔跑的地理教室，嘉陵江的绿，青海湖的蓝，戈壁的黄，每片风景都是活的教材。喀什到啦！我们新疆之旅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坐了54个小时，整整54个小时。爸爸，这是摩天轮吗？哇！这里是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西域都护府，是马可波罗笔下货如云屯的丝路商埠。当绿皮车停靠喀什，我们便踏进了1001夜的泛黄书页。当第一缕晨光掠过艾迪嘎尔清真寺的穹顶，喀什古城的苏醒仪式已在城门前酝酿。12木卡姆鼓点骤然炸响，班超的铁甲，张骞的驼队，香妃的銮铃，在飞扬尘土中浓缩成30分钟的时空史诗。全疆最大的艾迪嘎尔广场此刻正上演生活欢歌。第一次骑了腿，我还是有点怕松开。我们到汉巴扎啦！汉巴扎300米步行街化身味蕾狂欢节，抓饭在铁锅里滋滋的舞动，石榴汁如红宝石瀑布倾泻。好酸啊！好吃哦！酸酸甜甜的脑酸奶那样的，切的好吃。转身潜入亚瓦格夜市，没有表演的纯粹市井里，只有囊坑边进出本地的面孔，以及孜然炭火的原生芬芳。灰白建筑存放塔里木4000年记忆，北朝驼队陶罐刻着商路图腾，春秋同父是匈奴贵族的草原火锅。这就是镇馆之宝吧？1级文物就是这个。夜色未眠，北湖泛金波，帕米尔雪山披紫光。现在我们是在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，10点半划船，灯火点点转入夜的诗行。
每周三，阿瓦提乡上演西域最生猛的活畜交响乐，袖口捏架，顶阳命，尘土飞扬，混着烤肉香。哇，好可爱！还有头发。谢谢。如今最潮体验，跨圈摸羊屁屁。哇，好软呐！30米黄土断崖上，悬挂中国最厚的生土建筑群，207户过街楼空中握手，72座陶窑张黑洞，600年风沙雕刻的立体史书。在喀什，我们触碰的是时间的根系，开城古典、汉巴扎的炊烟、陶匠掌心的泥痕，都在诉说文明如胡杨，死而不倒。喀什是活的史书，到喀什古城啦！而孩子们正将它古老的心跳藏进记忆的陶罐。叶尔羌河冲积扇的褶皱里，沉睡着一座被时光遗忘的古都。2000年前，西域36国的刹车古国；500年前，叶尔羌汗国的黄金王庭。当喀什渐染旅拍的喧嚣，刹车仍以最原生态的木卡姆，守卫着南疆本真的纯粹。木卡姆在维语中的意思是指的大气和乐章。T4379特快绿皮车2小时疾驰213公里，车窗外的克孜勒苏峡谷荒漠渐次化作无垠绵田。我们到刹车了。叶尔羌汗王宫大门紧闭，琉璃瓦淬炼冷冽的光芒。比邻王陵，阿曼尼沙汗陵蓝穹顶下砖雕乐谱，低吟木卡姆之母的诗篇。什么地方都不要和小人交谈，向敌人叹息会暴露你的心机。鎏金拱下沉睡拉什德汗，玄奘讲经台的土墩在风中剥落，搬运着盛唐的余韵。卡赞齐老街百年脉搏在砖石间鼓动，爱德莱丝绸在铜器店流淌。不到刹车不算到新疆，不来喀赞其街不算到刹车，我全部做到了。做到了。茶香裹着烤包子，热气漫过乐器铺。苏毕夜市中央舞台被木卡姆点燃时，即兴起舞的男女老少会让走路就会跳的箴言落地生根。不去刹车不知道鸽子有多香，所以你们来刹车一定要吃鸽子。不到刹车不知鸽子香，找对战场是关键。网红木卡姆故乡餐厅人潮难掩，但滋味平庸。这个面没有味，跟饺子皮一样。倒是团购的喀克沙勒烤肉店里，20元整鸽配分装的鲜汤，令人超级惊艳。香，真香。周四的米夏巴扎集市才是地道滋味宝库。刚出笼的烤包子鼓着焦香的肚皮，凉皮晶莹剔透，烤鱼表皮脆响，抓饭油亮诱人。这个巴扎其实感觉也没有啥。下雨了，完事儿了我。多年未遇的暴雨将我们逼进路边烤肉摊，烤架上的羊杂经历着冰火双重洗礼，下面是炭火炙烤，上面是暴雨的冲刷。在雨幕中撸串的酣畅，意外凝成了最生动的旅行记忆。10年了都，现在第一次。一共5块钱，算下来的话，差不多一串1块钱。是的，刹车不屑扮演完美情人，闭门的王宫，敷衍的博物馆，还有那坑爹的樱桃园，只有狗叫，连鬼都没有，都是他撕去滤镜的真实棱角。但当生土墙的斑驳溪里映着夕阳，当烤架烟火裹着木卡姆旋律升腾，生命本真刺破所有的粗俗。孩子们中懂，馕坑边带着焦痕的馕，远比博物馆的金箔更暖肠胃。这才是刹车用600年风沙铸就的真正的黄金王冠。当 K6728次列车切开戈壁，窗外正上演着国土1/6的辽阔叙事。南疆绿洲谢幕，北疆达坂乘风车矩阵切开苍穹。22小时后，我们从刹车时光琥珀踏进了乌鲁木齐的现代脉动。我们到乌鲁木齐了，雄踞天山北麓的亚欧腹地之心，
这座全球距离海洋最远的100万级都市，自古便是闻名熔炉。汉唐时，它名唤为轮台。烽燧守望丝路商队，清代一名敌化，重元烙印中央王朝的边疆经略。而今47个民族的400万人，在博格达雪峰与准噶尔盆地的怀抱中，共烹一锅名为混血明珠的现代佳肴。乌鲁木齐好多人。国际大巴扎的伊斯兰拱廊下，亚欧商贸文化在此凝结成活体丰碑，万国商品在人潮中涌动。它这里卖20的冰箱贴，拼多多上一看3.9块一个。接下来我们去的这个市场全是卖这些小玩意的。穿过喧嚣，金泉商场的网红滤镜在闷热空气中碎裂。这里面的人比大巴扎里面还要多很多很多很多。纪念品新书价高，唯爱的来丝绸价格闪现真实的光芒。大巴扎很好玩，它和刹车和喀斯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人拖。而100米外的大巴扎步行街正上演着更炽烈的盛宴，旋转的裙摆与飞扬的眉梢，让每个围观者都坠入艺术的漩涡。登上红山公园的侏罗纪断崖，这座清代镇守边城的红山嘴，如今是阅读城市的最佳视窗。南望博格达雪峰庄严，北看现代楼宇的繁华。世界这么大，谢瑞不带你游天下，我带你游天下，今天就拜拜啦。舌尖的混血基因在和田2街爆发，烤包子焦香混着抓饭油香，勾魂摄魄。转入领馆巷，阿尔曼超市的货架正举行着跨国的联姻。来，吃里面。是不是熟悉的味道？我们在新疆第一次吃老汉瓜之后，再也不想吃老汉瓜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汉瓜太甜了，甜得腻人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，时空被高度的凝练，5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汉锦护壁，用2000年未退的靛蓝朱砂见证了丝路的辉煌。楼兰美女干尸在恒温柜中封存大漠生命的密码。唐代天王踏鬼慕勇的彩绘甲胄仍迸发胡风汉韵。福星女娲交尾图绢画则用中原的哲思浸染西域土壤。当孩子们用眼睛捕捉雪山和玻璃幕墙的对话，用耳朵收集维吾尔语与东北方言的和声，这座城市已将答案写在了风中。背倚天山，面朝大陆，它以包容为刃，劈开隔阂，在差异中淬炼出最坚韧的生命力。真正的文明巅峰，永远是多元的基因开出的花。新疆是个好地方。这个火车站，这是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要去甘肃的兰州。对，特快。14点20分，T3296次列车驶离乌鲁木齐站，兰新铁路承载着疆域血脉的律动，20小时的旅程，窗外长卷次第铺展。我们吃方便面也要有仪式感。北疆戈壁的苍茫渐融于河西绿洲带，暮色中祁连雪峰浮起幽蓝的冷光。到哈密了，哈密是出什么的？哈密瓜。深夜掠过嘉峪关的暗影，破晓时陇西高原苏醒，黄土沟壑间梯田盘旋如大地的指纹。10点34分到达兰州站。我们现在到兰州站喽。京城兰州在黄河的臂弯里舒展身躯，这座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要塞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咽喉。兰州拉面的声名远扬，但本地人执着的纠正，我们这里只是牛肉面，一清二白，3红4绿是形，面团拉抻成丝的神迹才是魂。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以3足腾空的姿态凝固了东汉青铜艺术的巅峰。拥挤的人潮当中，这件象征中国旅游业的文物，正无声讲述着速度与平衡的永恒哲学。
横跨黄河的中山桥，钢铁骨架镌刻着晚清近代化的雄心。德国钢材远渡重洋，美国工程师监理施工，终在光绪年间铸就这天下黄河第一桥。上山啦！登上白塔山俯瞰，浑浊的河水过峡历史奔涌，百年铁桥与摩天楼群隔空对话。法语似的飞檐在山水城市长卷中点起了禅意之笔。正宁路夜市的喧嚣里，牛奶鸡蛋醪糟摊前排起了蜿蜒长龙，看着滚烫的牛奶冲入蛋花，撒上葡萄干、花生碎的热烈仪式，清蒸烤肉的平庸滋味顿时黯然失色。这个夜市感觉是比较小一点，不过他们和新疆夜市的共同点在于，这里的人都很热情。黄河母亲雕塑着温润的曲线，是京城对华夏文明的柔情告白。我们的母亲河是哪条河？长江。那么黄河是我们的什么河？是我们的母亲河。那小姑娘，你有2母亲呐？黄河最多算你姨妈噻。对我们这些长江畔长大的旅人，黄河更像一位粗犷的姨妈。共享单车沿河岸骑行时，山城的孩子才第一次体验御风而行的自由。我在这儿，招手的这里，豪爽的骑车，见过很快乐的，可我们都是玩出来的快乐，这次我们是骑出来的快乐。闹市中的白云观，古柏掩映着道法自然的智慧，而木塔巷老字号面馆里，师傅拉面入锅的潇洒手势，恰是这座城市最本真的机理。他不打就不成形，就像小孩一样，你不打他就不听话。你看嘛，他一打他就成型了，对吧？东皇艺术馆的梁毅中千年壁画的高清影像，为未来埋下伏笔。但真正的震撼来自于暴雨突袭后的变故。我们现在就离开兰州了，去坐火车。Let's go！ 旅客朋友们，因水害影响，部分列车停运。他说回重庆的列车的轨道断了，要行回不去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铁路塌方导致返程列车取消，暑期高峰的车票早已售罄。我跟你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现在回不去。有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我们把那个共享单车骑回去。路上你会有问题，要回去写作业。滞留兰州的第一天，明代白衣寺塔在博物馆展厅里反客为主，用建筑之美抚慰了旅途的意外。黄河穿越的兰州如沧桑长者，用一碗面的温度，一座桥的坚韧，教会我们：人生如河，百转千回，终将入海。我要回去写作业喽。孩子们在骑行中读懂自由，豪爽的骑车，在滞留中学会从容。那些计划外的插曲，恰是山河馈赠的最珍贵的学分。K4532次列车载着归程的期许起航，从喀什土墙斑驳的1001夜到乌鲁木齐混血脉搏的跳动，从刹车暴雨烤架的野性诗篇，到兰州铁桥钢骨的文明赞歌，绿皮车厢在铁轨上画万里同心圆。当山城湿气拥抱风尘，西域沙尘与长江水汽在衣襟交织。回家了，家还是一如旧如。喀什开城鼓点仍在胸腔震鸣，刹车木卡姆舞步烙进了血脉。乌鲁木齐雪山对视玻璃幕墙的震撼，还有兰州醪糟甜香漫过黄河浪涛。这万里山河课堂里，陶罐铜陵文是商队的千年儿女。生土墙裂缝藏着风沙的密码，54小时硬卧教会了穷游智慧，滞留长队让任性跳出课本签字。这次旅行非常好，给导游加分。西域密码，京城烙印，混血哲思，姨妈的河，所有回响终将凝聚为破晓星火。
旅程在此定格，而山河的故事永续崭新篇章。